哎呀，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台南。台南。最近呢，我妹跟我说，台南孔庙这边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手相老师，我跟许先生就非常的有兴趣。除了看手相之外呢，我们还打算把台南的中西区美食一次吃起来。所以我们现在人在的位置就是台南的孔庙，然后我们要看手相的老师呢就在孔庙这边，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完手相，然后先了解一下我人生的方向之后，我们再去找一些美食，好不好？全部吃起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吃 ，Go！ 看手相咯，这是我的手相。对，这一集是这样。对，这一集是我的手相。台南的第一间呢，我们要来知名的夏大道兰米糕，它的名字真是有够难念。这间也算是台南米糕里面我们两个人吃的比较习惯，因为其实台南的米糕都很好吃，但是这一间是我们算是会每次说来台南吃米糕，我们就会选这一间。尤其它其实是在台南非常历史悠久的米糕，它之前好像是在圆环那边，然后后来才搬来这边。而且你知道，它也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米糕哦。哇，它现在已经是必比登推荐了。没错，它的一碗米糕啊，有分小碗跟大碗，我们今天点的是大碗，大碗的才40块。它的米糕铜板价之外，料完全没有再给你省。肥肉燥、解腻的小黄瓜，台南米糕必备的鱼松，这个鱼松就是我自己本人最喜欢。我觉得台南米糕必备的不是鱼松，是卤丸。这一家米糕，它比起其他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你点它的米糕，它就直接附一个卤丸给你了。你知道卤丸啊？其实如果第一次来台南的人啊，一定都会不知道就是卤丸是什么。后来我 Google 发现啊，它不是鱼丸，也不是贡丸，卤丸它就是圆形的黑轮，所以它吃起来呢，就是会有一点点介于 Q 弹跟糯糯之间的口感。除了米糕之外啊，我还点了他们家的招牌鱼皮，因为许先生呢是吃米糕一定要配四神汤的。我本来要点鱼皮汤，他说 no， 我是四神汤派的，米糕就是要搭配四神汤，所以我就调皮的点了一个干鱼皮。鱼皮一般有一些会分2种派系，一个就像这样的纯鱼皮，它就是鱼皮片下来，上面带一点肉下去直接卤；另外一种就是会裹上一个粉浆的，那一种就是高雄也蛮多这种鱼皮汤都是那种粉浆鱼皮，但我个人是不喜欢粉浆鱼皮，我个人就喜欢纯鱼皮。我喜欢这种纯鱼皮，中间还有一层厚的肉。他们家的干鱼皮啊，是直接刚刚用米糕的那一锅卤汁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的米糕。我先帮你尝一口哈。那肉燥是我觉得炖起来算是非常的有香气，但是咸味不会过度的那种，你是有办法一口接着一口。加上旁边的鱼松，我个人是没有特别喜欢鱼松啦，可是它的鱼松，它对于整个米糕的味道，还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我很喜欢他们家米糕的原因啊，是因为我平常吃饭，其实我很喜欢卤汁给的很多，是有点湿润感的米饭，我会最爱的。他们家就是这种代表，你看整个浸泡到湿润的，就它的糯米是基本上全部包裹着卤汁的，然后这个肥肉也是入口即化，最嘉许的就是它这个米粒，它米粒进到口中是颗颗分明、很 Q 弹的那一种。如果你觉得吃到中间腻口了，不用担心，小黄瓜直接给它解腻解下去。这一碗我们等一下再点一碗好了。我觉得这米饭真的是太好吃了。对，超好吃。许先生坚持吃米糕一定要搭的四神汤，他们家的四神汤呢，料就是薏仁跟这个肠子。这碗多少钱？好像40吧，还是35，我有点忘记，就差不多都是铜板价。我觉得他们家的米糕啊，跟汤还有小菜，其实这样吃下来好像才120块而已，很便宜耶。最喜欢台南喽，而且刚老板娘非常热情。看那个阿雅在拍她的时候，就出来介绍说，一边啊可以张相片较水啊，而且真的是蛮漂亮的，我不得不讲。我觉得这一间就是热情加分啊。这间位在国华街上的可口葱油抓饼啊，他们家红的呢不是一般的抓饼，是海鲜类的。他们家有非常多奇怪的抓饼。噔噔噔，这个是他们家超级红的爆浆鲜科蛋抓饼，
没错，因为刚刚许先生想要讲他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很红的叫做乌金葱蛋抓饼，因为我刚刚对乌金葱蛋抓饼其实比较有兴趣。铺满了满满的乌鱼子，那个不便宜耶，那个要价160块，你知道吗？我超喜欢吃一口乌鱼子的。因为我没有选那一个，是我担心就是吃到后面可能乌鱼子太多了，你知道吗？太腻了，所以我就没有选那个。说实在，我觉得乌鱼子放到葱抓饼里面，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应该会很干吧？有吃过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我今天呢，就选了一个我跟许先生都还蛮喜欢吃的鹅啊。但是今天这一份呢，不是一般的哦，我还加量了20块，因为他有说，如果你想像网络上一样这样看起来这么多。你就要加20块的鹅啊量，我今天就是有加才有这么多。他要讲清楚了，他那个照片是加量后的，所以我们就会来点一个加量后的，看有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确实加量后鹅啊好像是有变蛮多的。确实，他们家的抓饼呢，其实我蛮喜欢他在起锅前他有这样子拍打，你有看到他那个画面吗？他不是做葱抓饼每个都一定要抓吗？没有，有一些葱抓饼他就这样两面煎完就直接给起来。那个叫葱油饼，是这样吗？对，那个叫葱油饼。你有咬到鹅啊吗？有，满，我一口下去都是我的齿痕哦。你齿痕到满鹅啊！这个抓饼啊，只是让你有一点点吃到淀粉、面粉感，但是你其实一入口的味道全部都是那鹅啊跟九层塔，里面的调味蛮清香的。我觉得它的酱好像没有什么太特殊、太突出的味道。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还是在于，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有点分开的感觉。我是觉得如果它那个鹅啊可以跟着蛋一起下去煎的话，会比较好。对不起，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对不起，我先跟大家道歉，因为他有说，如果你要摆外面，就是看起来跟图一样漂亮的话，它的鹅啊就会另外分开煎，没有跟着蛋煎。哦，误会人家嘞。すみません。如果你们来不是追求拍照的话，你就让它做正常版，正常版就会更加好吃哦。很抱歉，刚刚是内人的一个失误。すみません。人家是好吃的，好吃，新鲜。台南的中继站，我们要找一间饮料店。在孔庙附近呢，有一间独创饮料老邱茶所，它也是在最近 IG 上面非常有名的。最有名的饮料就是我手中这一杯渔光岛的冲浪手。我觉得它的饮料有名不是在于它饮料本身，是在取名很靠北。这一支渔光岛的冲浪手，他刚刚走过去直接跟我们说：“你点的是甘霖凉吗？”不是在骂人哦，因为这一杯就叫甘霖凉茶。同样一个饮料，你念起来就文雅很多，我念起来整个就是直接黄标。它是那个甘蔗、柠檬还有凉茶这样子。对，夏日的台南一定要有一个清凉的饮料，肯定是要甘霖凉的啦。赶起来呀，各位！在点饮料的时候，老板非常的可爱，他会跟你推荐他觉得最好喝的比例。如果你没有想法，你就听他的比例，我觉得不会错。这一杯你一入口进去，茶香味，后面来了甘蔗、柠檬的甜香，好爽，好舒爽。我刚刚走在外面的暑气，完全喝了这一杯之后全消。没有，是因为你现在在车子里面吹冷气。这一杯你来很热的台南，绝对要喝上一杯。另外一个冲浪手。它的冲浪手非常可爱，它是用果干做冲浪板，然后小熊软糖做一个冲浪手，直接立在那个冲浪板上面，超可爱的。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一杯是什么，我还问了老板，请问一下冲浪手是什么？老板说是柠檬汁加上2种茶，透过它完美的双手比例，直接把它调成很好喝的饮料。老板有解释跟没有解释是一样的哦，好不好？冲浪手在我插下去的时候，它就倒了。真的，你个大浪来袭，冲浪手直接被你这个疯狗浪卷走兄弟。2杯都还蛮清爽的，蛮适合夏日的台南。好想跟大家说，这2杯我喝完真的是满足感直接到这里耶。他们家的柠檬很清香，喝完之后你尾韵还会有那种柠檬的清香从喉头出来，唇齿留香。喝起来啊，老邱，有你的。甘霖凉。我们来了全台首府的孔庙。我觉得走进来好像有比较凉当然啦，刚刚外面好热哦。你现在在树荫下啊，天才。走进来，我觉得我身上都充满了学术味道了。想当年我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一堆人来这边拜拜吗？逛孔庙，来这里逛孔庙，然后你考试就会考得变比较好。是这样的理论是不是？我本来是这样想。
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一直都在嘉义念书，后来呢，我们有一次就决定要到外县市去旅游，第一个首选地就是台南嘛，因为台南最近啊。孔庙还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外县市的地点。真的吗？我们第一次约会在外县市，是来孔庙，真的假的？真的啦，我还有那时候的照片，但是我没打算给你们看，因为那时候的我很丑。那我那时候好看吗？现在也还好。你的牙齿卡着一个那个胡椒，我要拍给他看。哪里？好丑！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呀，快点啊！速修，你知道什么是速修吗？我知道。以前如果你想要请老师教你东西，你就得带肉条去给老师速修，好不好？这个所以他有卖伴手礼，就是条子肉干。对，条子肉干，哇，很棒哎，非常符合孔庙啊。先生现在正在等看手相，这一间中天贵手相呢，它是在孔庙排队的小技巧，就是这个中天贵手相呢，虽然它的营业时间是在google上面显示11点，但你11点来的时候，抱歉，它号码牌已经全部都发完喽，你就塞油娜娜喽。我们今天是大概在9点出的时候来拿号码牌，已经拿到16号了，所以你看看。大家都有多早来拿号码牌？就是一早先来拿号码牌，再去吃一些美食，等到你的号码到的时候，你再过来看就可以了。那平均一个人看，我觉得大概是5到10分钟吧。接下来，我跟许先生来到了孔庙附近的一间 brunch 早午餐。这间 brunch 它是位在台湾文学馆的1楼，非常有文学气质。它主要是走一个白色装潢的一个概念，里面用餐的环境其实很舒服哎，我们一走进来，冷气超凉。它就是一个在古迹里面的早午餐，因为它就是在台湾文学馆里面。然后你要停车的话，我觉得非常棒。它这一边用餐每个人低消是150块，用餐时间是90分钟。你在台湾文学馆里面可以停车3个小时，还不收服务费。在台南，我觉得好停车的餐厅非常重要，因为台南真的有够难停车。这边要提醒大家，因为它内用空间啊，用室内的用餐空间大概7、8桌左右，没有到很多，所以如果你们要来的话，记得电话前预约，我觉得比较保险。冬天的话就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有室外用餐区。我跟许先生今天点了一个班尼迪克蛋，我们选的是牛胸草菇口味，这个也是他们家的经典招牌哦。还有他们家其实有一个我非常想点的蛋沙拉，可是因为我担心我们会吃不下，所以我就单点了蛋沙拉吐司，算是蛮精致的哦。对，因为它的蛋沙拉吐司其实个头还蛮小的。我觉得那个酱料搭配牛胸还蛮好吃，烟熏牛胸。其实我觉得它已经不是水波蛋，它其实已经有点熟了。这个班尼迪克蛋有点不合格，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水煮蛋的，过熟了一点，但口味还行，我觉得还不错。它的牛胸草菇啊，有一种烟熏的味道，其实我蛮喜欢的。这一间店啊，它除了一般的简餐之外，其实它的配料都是主打一个健康。像我们这边的这个套餐，它还有附一些水果沙拉，上面还有一些小坚果，还有旁边这个你一定会喜欢烤地瓜块，它上面还会撒一些胡椒盐。你不要觉得它好像很无趣，没有，因为它的烤地瓜是甜的，你会有点类似咬烤地瓜那种低的地瓜香甜味，再撒上外面这个胡椒盐。红薯块，很好吃。它的红薯烤得软糯的，很成功，非常 OK。唯一小缺点就是那个水波蛋不够深啊，如果它画下去是那种，我就会给它满分。来品尝我最想吃的蛋沙拉吐司。他们家的蛋沙拉吐司啊，除了这种比较基本款的，还有一款是鲔鱼的。下一次我也会想要来试试看鲔鱼，因为那个鲔鱼据说也是非常好吃哦。如果以这个蛋沙拉65块的话，我觉得稍微贵了一点点。你看，它的蛋沙拉的量算是比较中等啊。它的沙拉是清爽，但是比较吸感，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吃那种有点糊口的蛋沙拉，它
可能就比较不是你的菜。不过当一个小配菜是不错啦，只是价格有点稍贵一点点。阿美古早味蛋糕，但我手中这个不是蛋糕，叫蛋糕哦。对，它叫古早味蛋糕。阿碧呀，阿碧在水仙宫。这一间阿美古早味蛋糕，它是在水仙宫市场那一边非常有名的麻糬。阿美蛋糕卖麻糬啊！对，就是这么的怪异。它的麻薯啊，一颗都是15块，15块狼 K 啊，15块的麻糬这么大一颗，个头挺大的啊。什么意思？现场呢，大概有5到6种口味，像一般传统看得到的红豆、芝麻、花生、绿豆都有。我今天点的是比较特别的芋泥跟花生加芝麻。在现场的时候，我看到阿碧亚很帅。我在 Google 评论上面其实有看到很多人对阿碧亚的态度有所质疑呀。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故事很屌，就是有一个阿姨走过去摊位里面，然后在那边问说：“这什么口味啊？这是什么口味？”阿美直接跟他说：“看字。”你不会看字啊？我觉得很帅，这个我要先给他一个赞。我就是喜欢这种有个性的店家，他一颗一颗在那边挤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一定好吃，肯定好吃。我先从我最期待的芋泥开始吃，它一颗都是15块，阿姨会直接叫你自己找钱，因为她的手不碰钱，蛮好的，我觉得这样蛮干净的。我要生气了，为什么？靠腰，这个是红豆的，拿错了。红豆泥？那红豆的我可以吃一口，要不然我跟你说，我觉得很好吃哎。它的麻薯真的跟我讲的一样，它的麻薯是属于这种有生命的。这种麻糬我给分了，虽然我拿错口味，但是它的红豆泥我很喜欢，因为它红豆泥是吃得到颗粒感，绵绵刷刷，其实还不错哎，整体我很喜欢，这个才15块。来吃另外一个口味，花生加芝麻，给我这种选择障碍者直接一个 double 口味。它的麻薯啊，15块来讲的话，馅料算蛮丰富的，这一点要先给个赞。这一点要先给个赞。很多麻薯一吃进去全部都是皮，但是他们家不是，一吃进去全部都是料。它的这一种花生芝麻是最传统的，你咬得到糖粉的花生芝麻，好香哦，好好吃哦！我怎么只买2颗？非常好吃。如果你们有去水仙宫市场，不要只吃米糕，麻薯买起来。来吃我在台南最期待的可以日式手作轻食。这个可以，我已经放在我的待吃名单里面非常久。这一间可以日式手作轻食啊，它非常的有趣，因为它是有点类似小个人工作室。它只有在水仙宫市场外面面交，而且它面交的时间非常特别，就是中午11点到12点这么1个小时。就只有1个小时而已哦，所以我们今天算是抓的时间蛮刚好的这样子。我是有精算过的，我以为它是一直都在那里。No， 它就只有面交1个小时，因为其实这个啊放在大太阳其实是不耐放的，所以它只能面交1个小时。而且我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在 IG 上面预定了，所以我就不担心拿不到了。许先生已经笑想这个草莓很久了，这个只有在草莓季的时候他们才有出产。你大家在看荧幕应该是感受不到，我现在坐在镜头的后面，我居然闻到那个草莓的香气，你知道吗？他们家的草莓这么大颗，这个是他们招牌的草莓海盐鲜奶油。如果是草莓胖胖系列啊，总共有芋泥跟海盐鲜奶油2款可以选，但是因为我为了要让许先生吃，我就割舍了我的芋泥。如果你们是芋泥爱好者，你也可以直接芋泥胖胖给它点下去。谢谢。先说你们荧幕看到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没有草莓了，因为草莓季过了。哦，真的是很漂亮哎！这个草莓，它的面包体有点类似日式的生吐司，类似生吐司那种感觉，非常软绵。这个你不要吃太多，这个我帮你吃。中
中间夹的是一个海盐奶油，不会腻口，因为海盐它们有一点点淡淡的咸味，反而把它草莓的味道更衬托出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小贴心的地方就是什么？我以为它这个吐司啊，只是为了外表好看，所以它把那个草莓都集中放在上面，但其实它里面内层也是有加。我觉得它草莓放的是蛮大颗的，所以才有办法直接放到后面去。它的海盐鲜奶油又不会太甜，所以整个吃起来的口味呢，我觉得算是对我来讲非常的恰当。然后就是单纯的那个草莓酸甜的味道。第二个我要来吃我最期待的芋泥胖胖系列。芋泥胖胖系列绝对是可以的招牌，每个人来他们家基本上都会带上一个。我点的就是它的热销第1名，芋泥系列里面的热销 No.1， 芋泥肉松起司胖胖。听名字你们就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了吧？肉松、芋泥、起司3种都有。它其实还有一款是加花生酱的，我也是蛮想试试看的。下次我会再点点看。吐司体一样跟刚刚许先生那个是一样的，软绵的吐司体。来吃吃看这一颗肉松的味道好香哦。芋泥肉松起司胖胖这一款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因为它的肉松加的量还蛮多的，所以芋泥的味道有点被肉松的味道给取代了。芋泥整体吃起来不是很甜感的，我反而觉得是软绵的芋泥，吃得到一点点芋泥颗粒的口感，再加上咸香的肉松还有起司，整体的调味是降低，蛮协调的。只是肉松放的量真的比较多，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吃他们家招牌的芋泥，我会建议你点芋泥原味的，芋泥胖胖应该会更好。第3个我点的是黑心胖胖三明治，呕心啊！真的是很贴心的，里面直接塞了一整颗的皮蛋。我记得这一款好像是万圣节之前的限定款，但是因为这太好吃了，就变成常驻款了。这么漂亮，黑心的。先跟大家说，这个黑心胖胖啊，它的组成就是有蛋沙拉，跟我们最中间的皮蛋这么大颗之外，还有肉松，跟中间抹了海苔酱，很酷哎！这个搭配绝对是你吃三明治没吃过的一个体验。我来吃吃看哈。目前3款吃下来，我的 Top 1，你猜是哪一个？皮蛋。竟然是黑心胖胖哎！我自己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应该是会最喜欢芋泥胖胖系列，结果没有，这个黑心胖胖直接勇夺我的 No.1。你本来就是个爱吃皮蛋的混蛋。我超爱吃皮蛋，它的皮蛋不恶心，因为它其实有温馨的小提醒，不敢吃皮蛋的人不要点这一款。我先跟大家说，如果你是爱吃蛋沙的朋友，这一款绝对没有问题。它的双蛋、蛋沙跟皮蛋，通通都没有腥味，完美融合啦哦，超级赞的。再加上它的肉松，它的肉松在这一个三明治里面就加的刚刚好，那个量调味的刚刚好，带一点咸味。海苔酱我比较没有吃到什么味道，可是我觉得它整体的调味，哦，真的是可以的招牌。我直接先挂保证，绝对可以，你们吃肯定可以。我要讲几次可以，你就知道有多可以。我今天呢找了一间也是无名系列的啦，叫无名牛肉汤。台南最大连锁店就是无名系列。他们家的牛肉汤派系，其实我在 Google 上面找牛肉汤找了很久，但是他们家牛肉汤派系有吸引到我的一个点，就是它加蛋。我刚才已经偷喝一口，它跟那个牛肉火锅煮到最后啊，吃到最后你不会剩下那个蛋，那个蛋打下去在火锅里面煮一煮，再喝那个汤，味道基本上有8成像。因为我们2个很喜欢在牛肉火锅最后煮汤跟煮粥。它的那个就是那个粥的味道，最精华、最好吃、最肥、最邪恶的那一锅就是这个。有很多网友说他们家的牛肉是很精瘦的，所以它吃起来就比较不会有油花感。你们一上桌就要记得赶快先把肉捞起来，就会像现在这样子粉嫩的。不然你泡久了就过熟了。没错，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点了一个许先生要求的蒜头牛，好多蒜头哦。海底肉，冲啊！该拍的不拍啊，一直吃，什么意思？上班啊，先生。许先生已经迫不及待了，一直在那边。我的饭，我的炒的。这种牛肉的东西你不能介绍太多，好，你要趁热吃，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汤已经放到有点快凉掉，我已经快要生气了。它的蒜头牛，我当下上桌的时候觉得，哇，这个蒜头也太浮夸了吧！
它那个蒜头跟我们昨天煎牛排一样，吃起来那个蒜头还挺低耶。它是保留整颗的蒜头下去，那个蒜味很重哦。上桌的那个蒜味很赞，下饭神器。我觉得它那个汁可以淋在饭上面。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们来是想要喝一碗牛肉汤，配一个小菜的话，我觉得蒜头牛肉还不错，很下饭。我记得我在台南之前吃过另外一间也是蒜头牛肉，两个炒法有点不太一样，但我忘记是哪一间。吃到忘记，太久没来台南了。除了蒜头牛之外，我还点了一个煎蛋，因为他们的煎蛋我也是看网友说非常特别。一上桌的时候不是一般热炒店的煎蛋哦，它不是平平的哦，它是卷成蛋卷。不讲我还以为欧米蛋呢。它这个高丽菜末煎蛋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才60块而已，就它这么大一斤。对，60块哦，你不要怀疑台南的物价，这个60块。少用到3到4颗蛋。它的表皮，我其实觉得蛋啊，只要煎到像这样焦香的，就一定好吃。因为我今天点的是高丽菜蛋，高丽菜丝我还保有那个脆脆的口感，所以吃起来还有蔬菜的 juicy 跟甜感。无名牛肉汤的牛肉，我觉得真的是相对扎实一点。我刚刚咬到的那一块是有筋的，你会觉得油花感真的比较少一点。我觉得这间我不会说它是最好吃的，但是台南牛肉汤厉害就在于。真的是每一间走进去不用排队都会很好。目前我们现在来这一间，整个用餐环境是还算舒服哦。如果来台南要挑一间牛肉汤又不排队的话，无名是会是列在我的选择里面。行的最后一间，我当然要为自己谋福利。我选了一间之前网友跟我说在台南最好吃的芋泥球，这一间就是温州宫手做炸芋泥球。温州宫啦，温州宫。温州宫除了原味的芋泥球之外啊，它还有卖热销的起司、花生、黑糖跟肉松。但因为我今天已经吃过肉松了，所以我就先吃另外2种口味给大家看。我今天点的是它的花生起司跟肉松，但是我已经不知道它是谁了，谁是谁？我已经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的记忆力真的已经衰退到一个很可怕的程度了，你知道吗？我吃饱了。我跟大家说刚刚一个小故事，我在温州宫刚刚问了老板一句话，老板。都长得一模一样，你怎么知道谁是谁啊？哪一个口味是哪一个口味啊？老板突然这样抬头跟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好像蛮适合在这边上班的。就是老板跟我一起胡闹对。老板说他是下锅的顺序有不一样，但是他也是很常搞混啊。前阵子也是很常不小心包错口味，所以如果大家来多担待一点，好不好？真的，一模一样，看不出来谁是谁啦。不是啦，你们真的要想办法解决这个记忆的问题啦，这为你们自己好吗？我先来吃吃看，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谁是谁了，那就没关系，都吃吃看。它的芋泥球不是裹面粉的，你知道我刚刚切下去一捏下去。看起来是蛮酥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油哎。炸芋泥球啊，这个真的要现炸，或者是像网友说的，你买回去用气炸锅再冰油起来。我觉得要冰油起来。我先来趁热吃，因为它是现炸的哦，有一点油。要不是你平常真的算吃的养生哦，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常吃。起司的味道淡淡的出来了。他们家的做法呢是先挖一个芋泥球，用那种挖冰棒，用那种挖把布的那种冰棒勺子。冰棒勺子，再凹一个洞，再把起司放进去，芋泥铺满，放下去炸。他们家的芋泥不是传统你吃得到的芋泥，不扎实也不怎样，你中风了是不是？因为它是稀的，它是非常液态状的芋泥，甚至吃下去之后啊，现在是卡在我的牙齿，没有给大家看，卡在我牙齿这边。加上它的这个液态的起司，它整个是熔岩，现在整个就是这样，知心的啦，知心，对，感觉是必胜客会卖的东西，比必胜客的还要再液态。可是真的要跟大家说，这个芋泥球真的有一点油哦，所以如果你是怕吃炸物油的，他们家的芋泥球不是很适合。就是它的内馅是还是比较偏流质的。跟大家说，如果是芋泥球，我好像还是喜欢潮州的遇见你那一种比较扎实的口味，大家都可以吃吃看，说不定你就是喜欢这种比较稀稀的芋泥哦，奶味很重。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台南中西区的美食季看手相之旅。如果大家有来孔庙这边看天贵叔叔的话，也可以照着我们今天的美食名单照样吃下去哦。我们今天从一早的米糕跟
台南必吃的牛肉汤，还有饮料，通通都给你传遍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给大家看一下我大富大贵的手相。他们家呢，除了原味的芋泥球之外啊，还有热销的起司、肉松、黑糖跟上字幕。盘子来了，盘子。这个盘子下面是什么果干啊？芒果果干，它的冲浪板是芒果果干。这本质哈，天生算真小心的个性啦哈，做任何代志算会真斟酌真慎重。以感情的部分来讲，代表你是算重感情的个性。对感情的表露来讲，是代表有话直讲哈，这种的这个本质的现象。25岁以前敢无介理想哈，25岁过较开始慢慢听到迄个问题较好的状态。迄个较好的状态一直到将来到这个50岁。50岁过了，伊名声敢会真好就是靠你平常时的努力，平常时的成绩啦累积就对啦带来这个好的老运。你的本身有真有这个上进的心态真有希望要做这个属于这个领导，或者是讲会真努力要去有进步的人。代表讲你靠家己的这个努力，加上你的运袂歹，所以会当达成你的愿望啦